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。夏天来了，又是豇豆盛产的季节。今天我们就再一次在盛夏发酵这个充满独特风味的蔬菜，一起做个小实验，认识一下什么是产模酵母，帮助判断发酵的状态。今天我们来使用这个一般是用来泡酒或是糖自用的玻璃瓶。发酵最方便的其实是要用这种瓶盖带有单向排气阀的瓶器，发酵初期产生的气体可以排出，外面的空气却不会回流进去。如果手边只有这种带有矽胶环的密封瓶，求方便可以把矽胶环拿掉，这样产气就会自动从细缝排出，但这也同时代表外面的空气会进到瓶子里面。如果留着矽胶环的话，保险起见就要记得每天拉一下排气，避免爆瓶风险。今天我们会来比较一下两种做法，成品会有什么差别。给豇豆稍作清洗，重点在将头尾两端蒂头的杂质清掉。假设家里没有装设除下滤水器，直接用自来水洗没有关系。冲洗时就算残留了一点点氯，是不会影响发酵的。红萝卜的含糖量高，这次我想在其中一罐投入一些红萝卜，看看对风味有什么影响，尤其想看看是否会让发酵的速度变得更快一些，成品的口味又会不会更酸一点。接下来就来入罐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使用的是瓶口没有明显内缩的宽口玻璃瓶。这样的瓶器有两个缺点，第一就是叶面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比较大，再来就是蔬菜也比较容易上浮。蔬菜上浮接触到空气是长霉最主要的原因。发酵蔬菜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蔬菜处在厌氧环境中，因为包括霉菌在内的很多杂菌在缺氧的环境下很难生长得很好，但乳酸菌却是不靠氧气生长的。要打造厌氧环境，最快速的方式就是把蔬菜泡在液体里头。那在装罐时，我们主要的工就是把菜尽量塞紧，减少蔬菜在发酵过程中飘出水面的机会。今天用的瓶器没有缩口，加上菜量也不够多，无法塞到很紧。那没关系，压个小碟子就能解决。再来投入 4% 的盐水，做法是先称出水的重量，然后再加入水 4% 重的盐。这种卤水盐度的计算法称为水重计算法。之前在发酵秋葵的影片中有比较详细的分享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资讯栏位的连结。盐在发酵初期扮演的角色是抑制杂菌的活动，让相对耐盐的乳酸菌更容易发展成优势菌种。盐度越低，各类杂菌在发酵初期的参与度就会越高，影响风味。但这不代表发酵就会失败，就像臭豆腐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一样，喜好是没有对错的。但通常我们在夏天的高温环境下发酵时，提高盐度可以让发酵出来的酸豆风味更偏干净的清香，口感也会比较清脆。剩下我会建议使用 4% 盐度的卤水发酵，咸度的部分不用太担心，酸豆出水之后，整体盐水浓度会下降，盐分也会重新分布到酸豆里，成品吃起来并不会太咸。加了红萝卜的这一罐，我并没有使用矽胶圈封口，仔细看盐水也只有加到铁环附近的高度，意味着在发酵过程中，罐内会持续有外界的空气进入。另一罐有使用矽胶圈，但是水也没有灌满，一样也只有到铁环附近，代表罐内原本残留的空气也会比较多一点。24小时后，罐中的泡泡看起来都蛮活跃的，充满生命力。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红萝卜的这一罐似乎豆子变黄绿的速度稍微快了一点。那不管，就先继续观察。48小时后，趁排气时偷闻了一下没有红萝卜的版本，是很纯粹的酸香。取掉矽胶圈的版本，明显卤水比较雾，且表面有层白膜，这就是产模酵母。产模酵母来自原本就存在于蔬菜表面与环境中的酵母，它们需要氧气，当发酵叶面接触到空气时，就很容易在表面生长，长厚之后还会鼓起一个个像泡泡的形状，这是薄膜包住了发酵时产生的气体，
结构非常脆弱，轻轻一碰就会破碎散开。如果是霉菌，则会越长越厚，通常还会长毛粘成一块，两者的差别很好分辨。第4天，2罐闻起来酸味都很明显了，便因行事求方便，都直接打开来闻一闻，确认一下闻起来的酸度，来决定要不要继续放下去。最后是在第6天决定收了。今年夏天因为热到冷气几乎没有停，所以室内温度大多是维持在26至27度之间。今天闻起来酸味已经够了，就决定转冷藏。大家可以看到取下细胶环的这一罐，因为空气交换较多，产膜酵母长得蛮厚的。一般的做法会捞除去酵母的影响，风味会比较干净。但因为今天就要进冰箱，并且很快就要吃了，我特意不处理，之后想要做个比较给大家看看。冰了4天之后，终于有时间来煮了。右边是在发酵时没加细胶圈，有红萝卜的版本。产膜酵母在低温环境下经过晃动，都变成白色的碎屑了。有加细胶圈的这罐，虽然中间还是有开罐过，但因为空气交换少很多，整瓶看起来就清澈多了。当然，很多人看到产膜酵母还是觉得不喜欢。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把盐水直接灌到满，让液面上方几乎没有空气就可以了。去年8月，我也有和大家分享过制作酸豇豆的影片。当时虽值夏日，还是选择了偏低的卤水盐度，做出来的酸豇豆一直觉得不够满意，觉得没有店家制作的风味清爽。后来把卤水的盐度调高之后，发现和在店家吃到的风味就比较接近了。这一次就想试试看，加了红萝卜的风味有什么不同，以及产膜酵母是否会影响风味。这次的2个版本在气味上都没有分别，闻起来是一股清香，反而是过去使用低盐度卤水制作的成品气味会重上许多。直接试吃红萝卜之后，也觉得产膜酵母带来的杂味比低盐发酵时来得少。发酵初期，在乳酸菌尚未取得优势的这个阶段，盐用量越低，杂菌的参与度就会越高。虽然只要蔬菜不露出水面，发酵基本上就很难失败，但这阶段的菌相却会影响后续的风味，而且影响很可能比肉眼可见的产膜酵母来得大。不过酸豆并不适合生吃，最后我们还是照例来做个酸豆肉末，比较看看风味吧。2块酸豆切出来的重量分别是247与218公克，差距不大，都直接搭配180公克的绞肉做酸豆肉末。做法也很简单，锅热了之后加入适当的橄榄油，把绞肉炒到变色之后再投入豇豆，炒出香气之后加入2大匙的发酵液，外加1大匙的酱油提味，其他的调味都不需要。稍微收汁之后就可以起锅，轻轻松松完成2份充满风味的常备菜。试吃的结果或许有点难以置信，没有红萝卜，也没什么产膜酵母的版本，虽然是很干净的酸香，但反而因为风味较少的关系显得比较酸。而有红萝卜的版本在加热后风味变得非常温润，酸味柔和，我自己觉得更加美味。至于过往做的低盐版本，家里的室友很喜欢，可能真的就是喜欢重口味吧。今天的影片主要想带大家一起认识产膜酵母和对风味影响的比较，以后发酵时发现了，只要捞掉避免影响风味就可以了，不用害怕，更不用整罐报废。发酵就是一个养菌的过程，熟悉不同菌的样貌，就能更自信地每天起效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是来自起效实验室的范雪伦。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，我们下次见。